前段时间有个网友叫我加入创作者伙伴计划，从12月7号开始，我的视频就有收入了。截至昨天12月18号，日共收入是3328.9毛，平均每天收入在200多、300左右。对于我来说，就算是工作自如的小惊喜。日过年还有40多天左右，如果到时候收入能够达到1万，我就拿出一部分以礼物的方式回馈给大家。我研究下啊，到时候抽几个网友，就算是我送给你们的新年礼物，也算是感谢大家的认可跟支持。其实早在16年的时候，也就是8年前，我在快某手平台上就有10万加的粉丝。但那个时候，无论是认知水平还是表达能力，跟现在都差之甚远。再加上小时候别上过兴趣班，别有什么才艺，自己又拉不下脸面来装疯卖傻，粉丝越多就越焦虑，害怕自己的知识能力跟这个粉丝的期待不匹配，慢慢的就停更啊。不然嘛，现在我高低也是个暴发户，猪已经站在风口上必须飞起来，说明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了。人真的赚不着认知以外的钱。唐诗宋词不会，开口闭口就是国粹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语言表达能力是远远跟不上脑子里面知识容量的。吵架只会说年了么，你要咋说？毫无杀伤力就不说，还把自己气了做左手捋右手起，左脚画圈右脚踢。反正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是越想越气。复盘的时候，总觉得自己还必须发挥好，吃中风了，治好也是流口水哦。最大的收获并非这些收益，是自信跟思维逻辑。为了视频内容，我必须不停的学习思考，慢慢的发现看待问题的逻辑、做事的清晰程度，以及跟人交流时候的融洽程度都有显著的提升。自个可能就是他们说的认知能力。当认知能力提高以后，对整件事情会有一个清晰的判断，做事才会有条不紊，交流才会从容不迫。有很多网友评论我长得丑、嘴歪、皮肤粗糙，还长狗屁癣。其实我很喜欢大家这种评论氛围。至于我长得丑嘛，也不能完全怪我，责任在我父母。我做视频的原则就是真实。首先，我要是个真实的人，我有各种各样的缺点。然后我才能跟大家平等的交流。当我放下内心束缚，开始不在乎脸面，敢于面对镜头哔咕噜哔咕噜的表达观点，讲笑话。有人认为我有趣，有人认为我有才，那些少数认为我长得丑呢，也就无所谓啊。当你不在意自己帅与不帅的时候，反而就会变帅。不是容貌上，是自信跟从容这一块。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网友觉得我越看越顺眼，看着看着甚至觉得，这个家伙还有点丑帅的啊！老表们记住，爱情也许不会永恒，事业也不一定一帆风顺。至于人生嘛，它从来就没有完美过。如果你正身处漩涡，不要着急，是秃头早晚会发光的，也不要责备以前的自己。当时他一个人站在雾里面也很迷茫，自苦，老表们，自苦就对了。